大家好，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高达90%的慢性肾脏病患者，肾脏早已发出求救信号，自己却浑然不觉。很多人明明饮食清淡，坚持运动，也没有腰痛不适，体检抽血却突然出现异常指标。大家总觉得没痛没痒就没事，可肾脏是最能忍耐的沉默器官，等出现明显症状时，损伤往往已经不可逆。今天我要一次性讲清肾脏的18个求救讯号，这些信号藏在上厕所的习惯、皮肤指甲的变化、呼吸和日常感受里，每一个都在提醒你该关注肾脏健康。认真看完，既能护肾，更能守护生命安全。我一直坚持极简护肾的理念，护肾从来不用昂贵产品、复杂疗法，只要调整日常小习惯，就能稳稳守住肾脏健康。接下来我们从每天都做却容易忽略的如厕习惯说起。第一个讯号，绵密持久的泡泡尿。这里要先分清正常和异常。水流冲击产生的泡沫几秒就消散，这是正常现象，而肾脏异常的泡泡尿像啤酒泡沫一样厚重绵密，冲水都难以冲掉。这是因为肾脏就像精密滤网，里面的肾小球是超细过滤结构，健康时只会排出代谢废物，蛋白质不会漏出。当肾脏受损发炎，滤网缝隙变大，蛋白质就会流失到尿液中，蛋白质如同肥皂，会形成不易消散的泡沫。这是肾脏受损的早期典型信号。第二个讯号，按压不回弹的凹陷性水肿。蛋白质大量流失后，血管里的白蛋白就像吸水海绵，能锁住血管内的水分。白蛋白不足，水分就会渗透到周围组织，形成水肿。大家现在可以自测，卷起裤管，用大拇指按压小腿前侧骨头部位，5秒后松开。若皮肤凹陷且无法快速复原，就是凹陷性水肿。很多人初期只觉得鞋子变紧，晨起眼皮微肿，误以为是睡前喝水多，其实这是肾脏发出的预警。而且水肿会形成恶性循环，体表水肿严重，血管内却处于缺水状态，肾脏会主动留存盐分和水分，让水肿愈发严重。第三个讯号，无诱因的频繁夜尿。很多人误以为夜尿多是排毒好，这是完全错误的认知。肾脏健康看的是过滤质量，而非排尿数量。正常睡眠时，身体会分泌抗利尿激素，让肾脏浓缩尿液，减少尿量，保证安稳睡眠。当肾脏功能下降，浓缩尿液的能力会率先丧失，只能排出大量稀薄尿液。即便睡前没有大量饮水，夜间仍要起夜3到4次，这不是代谢好，而是肾脏功能减退的表现。第四个讯号，尿量骤减且尿液呈浓茶色。早期肾病可能夜尿增多，随着损伤加重，肾脏过滤水分的核心功能会崩溃，出现尿量明显减少的危险情况，尿液颜色加深如浓茶，这意味着摄入的水分无法正常排出，堆积在体内会加重水肿。若水分淤积在肺部，还会引发胸闷、气喘、呼吸困难。只要发现正常饮水后全天尿量不足，平时一半，就是肾脏的紧急红色警报，必须立刻就医，不能拖延。看完如厕的异常变化，我们再关注双手和皮肤的信号，这是肾脏问题最直观的外在表现。第五个讯号，特征明显的半分指甲。健康指甲底部有白色半月痕，其余部分呈均匀粉红色，而肾功能衰退人群，指甲下半段为白色，上半段靠近指尖处呈红褐色或棕色。这种指甲形态和肾功能下降高度相关，是肾脏求救的特殊外在信号。第六个讯号，难以缓解的尿毒性瘙痒。这是门诊最常见也最折磨人的症状。很多患者先去皮肤科就诊，用药擦膏都没有效果，检查后才发现是严重尿毒症。肾脏无法排出的尿毒素会堆积在皮肤下层，引发慢性炎症，刺激神经末梢。这种瘙痒不是皮肤干燥的表层痒，而是从身体内部散发的刺痒，夜间会明显加重，严重影响睡眠，绝对不能当作普通皮肤问题处理。
第7个讯号，不明原因的淤青和出血，没有磕碰却身上频繁出现淤青，刷牙时牙龈容易出血，都要警惕肾脏问题。尿毒素堆积会破坏血小板功能，血小板就像身体自带的止血贴，功能受损后凝血能力下降，止血效果变差，就会出现自发性淤青、出血，这是肾脏影响血液系统的重要信号。第8个讯号，晚期危险信号尿毒霜。这种情况多见于肾病中末期，体内尿素浓度超标，身体会通过汗液尝试排出毒素，汗液蒸发后，皮肤表面会留下白色结晶状物质，如同一层薄糖霜。出现尿毒霜说明肾功能已严重受损，需要立即接受专业医疗干预。第9个讯号，口腔内持续有金属味。很多肾病患者形容吃东西像舔硬币，这是因为血液中的尿素进入唾液，被口腔细菌分解成胺类物质，直接刺激口腔和肠胃，带来持续的金属异味，影响食欲和日常感受。第10个讯号，呼吸带有尿骚味，和口腔金属味原理相同，体内堆积的尿毒素会通过呼吸排出，呼出的气体带有刺鼻的胺味，不仅让患者身体不适，还会影响社交状态，产生自卑、焦虑的情绪，这也是尿毒素蓄积的典型表现。第11个讯号，持续恶心呕吐且体重骤降。大脑中有催吐中枢，原本是防御食物中毒的保护机制，当尿毒素在血液中浓度过高，大脑会误判身体中毒，强制停止进食，并引发呕吐。很多患者不是不想吃饭，而是生理上无法进食，尤其是长辈闻到油腻肉类就反胃。家人不要指责，要及时带往医院检查，这是肾脏毒素影响消化系统的严重信号。肾脏不仅是滤水器，还是调节矿物质平衡的代谢工厂。功能异常会引发全身代谢紊乱，出现更多隐蔽信号。第12个讯号，无剧烈运动却半夜抽筋，没有大量运动，睡姿也正常，却常在熟睡时被小腿抽筋痛醒，这和肾功能衰退直接相关。肾脏受损后，维生素 D 无法正常活化，血液中钙浓度降低，肌肉会出现自发性痉挛。这种抽筋不是缺钙那么简单，是肾脏调节矿物质功能失常的表现。第13个讯号，不宁腿综合征，夜间躺在床上，腿部深处有蚂蚁爬行的异样感，无法控制的想活动双腿，这就是不宁腿综合征。尿毒素引发的慢性炎症会让铁条数异常升高，锁住身体铁质，导致大脑缺铁，进而引发该症状，严重影响睡眠质量。长期失眠会进一步加重身体负担。第14个讯号，皮肤下的坚硬白色结块。肾功能衰竭后，血液中磷浓度急剧升高，磷和钙结合形成磷酸钙结晶，这些微小结晶沉积在皮下，能摸到一颗颗黄白色的坚硬小硬块，通常没有痛感，但却是矿物质代谢严重紊乱的标志。第15个讯号，血管硬化触感明显，高浓度的磷会长期损伤血管壁，让血管细胞异常钙化，原本柔软的血管变得如同吉他琴弦般坚硬。X 光下能清晰看到动脉轮廓，甚至能在皮肤表面摸到硬化的血管，这会大幅提升心肌梗死。脑梗的风险是肾病引发心血管并发症的危险信号。第16个讯号，骨质疏松且升高，莫名变矮。血钙不足时，身体会分泌副甲状腺素，持续从骨骼中提取钙质补充血液，长期下来，骨骼会像被白蚁蛀空一样疏松脆弱。若发现近几年身高明显变矮，轻微跌倒就发生骨折，一定要排查肾脏功能，这是肾病导致骨代谢异常的典型表现。第17个讯号，极度疲劳伴气喘的肾性贫血，肾脏会分泌促红细胞生成素，这是生成红血球的关键物质。肾功能下降后，该激素分泌不足，红血球数量减少，氧气运输能力大幅下降，患者哪怕爬半层楼梯
都会气喘吁吁，全身沉重无力，如同背负几十公斤重物。这是肾病引发的贫血症状，也是身体极度缺氧的表现。第18个讯号，最可怕的无症状表现。慢性肾脏病分为5期，最残酷的是，多数患者在3期、4期之前没有任何明显不适，没有腰痛，没有水肿，没有瘙痒，所有异常都藏在身体内部。等到出现前文提到的严重症状时，肾脏损伤已经难以逆转。很多早期肾病都是在常规体检中偶然发现的，这也说明定期检查的重要性。看完这18个肾脏求救讯号，大家先不要恐慌，慢性肾病可防、可控、可改善。我始终倡导极简护肾，不用偏方，不用保健品，只靠日常习惯就能有效护肾。首先要严格控制血压和血糖。高血压、高血糖是损伤肾脏的2大头号元凶，长期血压、血糖失控会持续破坏肾脏滤网，导致肾功能逐步衰退，是临床最常见的肾病诱因。其次，绝对不能滥用消炎止痛药。很多人把止痛药当成常备药，腰痛、头痛就随意服用，这类药物会直接收缩肾脏血管，造成肾脏不可逆的缺血损伤。门诊有很多患者因为长期自行服用止痛药，导致肾功能急速恶化，险些需要透析。慢性疼痛一定要咨询医生，选择安全的止痛方式，不要拿肾脏健康冒险。最后坚持多喝白开水，少喝含糖饮料，每天保证充足饮水量，能帮助肾脏顺利排出代谢废物，避免毒素蓄积，同时保持规律运动，控制体重，促进全身血液循环，减轻肾脏代谢负担。这些简单易做的习惯就是护肾的核心方法。肾脏是沉默的生命器官，它不会喊痛，却会用身体的细微变化提醒我们。关注这些信号，做好日常防护，就能守住肾脏健康。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肾脏养护，把这些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，让更多人远离肾病困扰，一起用极简的方式守护长久的健康。我们下期再见。